在同一会场，美国中情局长强调大陆仍会武力攻台，而秦刚的回应非常有智慧。观众朋友、网友朋友，大家好，我是付天少。2022年阿斯彭安全论坛在美国科罗拉多州阿斯彭举行，美国的中情局长与中国驻美国大使秦刚都参加了这场论坛。双方针对台海问题的论述非常有意思，一边是美国渲染中国大陆必然会武力攻台，一边是秦刚大使的回应。美国人显然又失望了。在这次大会上，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伯恩斯表示，俄乌冲突并未让中国打消武力攻台的念头，而是影响中国大陆重新思考应在何时以及如何发动对台攻势。他强调，未来10年似乎随着时间愈向前推进，就愈有可能。他认为，中国在观察俄乌冲突的后果后，得出一个结论，认为如果军力不够，就无法迅速及准确取得成功。同时，中国可能在俄乌冲突中学到必须掌握讯息，并尽其所能增强经济能力，以面对可能的制裁。他的言论可以理解为，中国需要为对台军事行动准备足够多的兵力，同时呢，还要准备好应对美国的经济制裁。相比于伯恩斯对台海危机的渲染，中国驻美大使秦刚在同一会场展开了外交攻势，充分展现其外交智慧，可以说是直击美国人的灵魂。首先，破解西方对中国崛起的恐惧症，用美国人听得懂的语言与美国人对话，这才是大智慧。秦刚表示，把中国视为威胁是找错战场了。冷战没有赢家，只有输家。没人想打冷战，中国不想打，拜登也说不寻求新冷战。中国不是苏联，中国共产党也不是苏联共产党。这里要注意，西方对苏联的恐惧正在被用来敌视中国，而秦刚就是在用美国人听得懂的话来介绍中国的发展理念。第二，他强调中国大陆比西方更加关心台海和平。秦刚坦言，我们最不希望看到的就是与我们的台湾同胞发生冲突，因此我们将尽最大的诚意努力实现和平统一。我们相信这最符合两岸人民的利益。真正的大智慧就在这一段。美国和日本一直拿台海和平说事儿，其潜台词就是说中国大陆才是台海和平的破坏者。而秦刚告诉美国人，中国人比美国还要关心台海和平，因为和平统一才是中国大陆台湾地区民众的最大利益所在。中国开始用台海和平来反击美国，这样才能让他们无话可说。第三，秦刚表示，美方的这一系列行动和言论实际上是在不断的歪曲和掏空一个中国政策。他敦促美方切实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和中美3个联合公报的规定，同中方一道坚定的反对和遏制台独，给和平一个机会，让和平胜出。美国的官员和政客大肆提升美台官方关系，不断的派高官访台，向台湾地区出售大量的先进武器，发表所谓军事保卫台湾等错误言论。最近呢，更是传来佩洛西要访台的消息。秦刚的话显然是有的放矢的。另外，秦刚大使还对中俄关系做出了新的评价：中俄关系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任何第三方。中俄关系是美国人当前最大的担心。秦刚大使还提到了大国合作要遵守联合国宪章，这句话更是有内涵，因为美国人一边指责俄罗斯在乌克兰采取军事行动违反了联合国宪章，实际上美国人同样不把联合国宪章放在眼里。在21世纪的今天，在美国人的眼里，只有中国才能对美国构成威胁，而为了遏制中国，台湾问题
就成了美国对华战略打压的一个王牌。所以秦刚大使特别强调，中国大陆更加关心台海和平，以反击美国人搞的新冷战，用美国人听得懂话与之交流。但是，一旦美国挑战一个中国的底线，与台湾地区的台独分子进行勾连，那么我们必然会采取相应的措施，该硬的地方就得硬。这就是秦刚大使在美国这次论坛上的优秀表现，值得我们点赞。好，今天的评述就到这里，谢谢大家收看，我们下期再见。